公司庆功宴现场，3分钟前要去出差的男友和他心心念念多年的白月光携手登场，迎来阵阵惊叹，郎才女貌，天生一对，佳偶天成。坐在角落，我面无表情看过去，男友意气风发，志得意满，白月光含羞带怯，面露春色，好一对羡煞旁人的狗男女。端起酒杯，我坦然上前，冲傻眼的男友举杯，恭喜陆总，总算抱得美人归。这渣男谁爱要谁要，反正老娘不要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做了陆琪5年女朋友，直到第5年纪念日我才知道，这么多年来他心里一直有个念念不忘的白月光朱砂痣。至于我怎么知道的，还得多亏陆琪喝酒，那叫一个人菜瘾还大。2周前的恋爱5周年当天，他一时兴起，把只是用来烘托气氛的红酒自己干了大半瓶。回家路上就开始接着酒劲发癫。菲菲，我好想你啊，菲菲。菲菲，对不起，是我爸妈逼我结婚的，对不起，菲菲，我真的好爱你。当时我就明白过来，为什么过去整整5年，陆琪与我相处时始终冷静克制到游刃有余的地步，我们甚至连架都没吵过一次。过去我以为那是他爱我、尊重我的证明，可那时才知道，于他而言，我不过是他父母逼他结婚的一个将就。讲真，要不是我当时正在开车，担心把自己小命也搭进去，高低得给这心系白月光的王八蛋2个大耳刮。陆琪口中的菲菲，从恋爱之初我就略有耳闻，我不止一次从他朋友嘴里听到，你别说，这次这个还真和白菲菲挺像，你小子可以呀，这都多少年了，还跟这儿搞晚晚泪清呢，你还真找了个人啊，不怕等白菲菲将来回国跟你翻脸呢？诸如此类的话简直不胜枚举。基于这个原因，我始终对他的那批朋友敬而远之。从知道陆琪有白月光起，我就开始留意我们平时的相处模式，也逐渐从方方面面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不对劲。譬如，我明明不喜欢黄色，他却总爱送我带有黄色元素的饰品；我明明不喜欢海鲜，他却总会带我去各种新开海鲜餐厅；我明明对猫毛过敏，他却总爱把约会地点定在各种猫咖。恋爱5年，类似以上的事情发生了太多次，每一次他都会深情款款告诉我，想创造更多只属于我们2个人的浪漫时刻。如今想来，我只想回到过去，给当时恋爱脑上头的自己一顿鸡毛掸子。我见过不止一次陆琪的高中毕业照，过去没仔细看过，现在我才发现，这张大合照中的陆琪始终痴痴望着白菲菲的方向。至于白菲菲，哪怕从我的立场来看，都不能违心地说她不好看。白菲菲太漂亮了，尤其是站在一群灰扑扑的高中生中，宛如落入鸡群的白天鹅。她身材纤细，皮肤白得发光，尤其那双眼睛，如果非要形容，可以借用多年前一部电视剧的名字，像雾像雨又像风，整个人看起来充满当下流行的破碎感，是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以最快速度被视线捕捉到的大美女。别说与她朝夕相对的陆琪，如果我是个男人，单单看到这张照片里的她，怕是都会忍不住心动。但如果非要说我和白菲菲哪里像，大约是她跟我一样，脸上都嵌了一对梨窝。可凭什么要用我的青春来成全陆琪对她的深情厚谊？
我就活该成为陆琪对他痴心不改的证明吗？陆琪甚至把这张大合照放大挂在了客厅最显眼的位置，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对高中初恋念念不忘吗？身后传来脚步声，我收回落在毕业照上的视线，回头看向从卧室走出来的陆琪。今天的他和往常很不一样，精心抓过的头发，剪裁合体的西装，袖扣、腕表一应俱全，脸上似乎跟平时没什么区别的表情中，偶尔还能窥见几分我此前从未见过的紧张。不对劲，这一切都太不对劲了。我不动声色，要出去。陆琪嘴角的弧度僵了一瞬，而后故作平静开口，语气中却又有掩饰不了的雀跃。对，有个老同学今天从国外回来，我们几个朋友商量好要去接人。一言不发，盯着陆琪看了10来秒，直到他眉心微蹙，才挪开视线。懂了，老同学等于白飞飞。我嘴角一弯，没再想以往那样追根究底。好，玩得开心。陆琪不知道，相恋5年，我远比他以为的要更加了解他。就好比他撒谎的时候，总喜欢有意无意抹撒裤缝，而此时此刻站在我面前的陆琪，手指就没离开过他西装裤的裤缝。或许没想到我今天会这么好说话，陆琪眼中的惊讶一闪而过，旋即他面带温柔笑意，几步走到我面前，嘘嘘搂了我一下。老同学见面难免要叙叙旧，今晚不用等我了。说完，他又像以往那样，想用一个吻来安抚或许或对他晚归有所不满的我。我状似无意偏了下头，这个吻最终只落在我的脸颊。刚好我今晚也有约，正想跟你说，晚上就不回来了呢。陆琪满眼讶异看住我，去哪里？这就惊讶了。我退出他虚拢的怀抱，整理了下自己稍有褶皱的衣服，笑容温和看向他。公司一个合作方今天来了 B 市，晚上要去应酬一下，大约得喝酒，晚上就在附近酒店住下了。拎起包，只当没看到他倏然皱起的眉心，转身离开。以他为中心的日子过得太久，我都快忘了和他恋爱前的自己最爱的还是赚钱。好巧不巧，我和合作方刚到应酬的餐厅，迎面就遇到了陆琪和白飞飞。说好的几个朋友呢？怎么只有他们2个人？扫了眼白飞飞雪白脖颈上戴着的镶嵌了黄水晶的吊坠，我心下了然，果然是他喜欢的颜色。不明就里的合作方当即爽朗地上前跟陆琪握手。好久不见，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陆总，真是太巧了。握手时，陆琪脸上少见的浮现几分心虚，白飞飞安安静静站在他身后，虽然没说话，存在感却一点都不弱。合作方好奇问道：陆总，这位是？陆琪假咳一声，虚扶了下白飞飞后腰，把人推到前面。哦，这是我一个朋友，姓白。合作方维持着爽朗笑容，又朝白飞飞伸过手去。白小姐好，既然是陆总的朋友，那叫我老陈就好。白飞飞表情恬静，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她站在我们几个满身铜锈的商人之中，好似那朵唯一纯白的茉莉花。合作方摸了摸自己头发稀疏的脑门儿，没来由说了句：原来是同学。我就说嘛，陆总都有秦总这样一个人人羡慕的女朋友了，怎么会单独跟别的女人一起吃饭？果然是我误会了，哈哈哈哈哈！不愧是能白手起家创下深厚家底的人，这眼力见，可见一斑。白飞飞波光潋滟的双眼朝我看来，温婉一笑，原来是阿奇的女朋友，很高兴见到你，我叫白飞飞。瞧人家这一颦一笑，
难怪能成为陆琪这么多年始终念念不忘的白月光朱砂痣。我从容应对，早有耳闻。我叫秦许。一场不尴不尬的碰面很快结束。进到订好的包间，刚落座，合作方忽然意味深长开口：“秦总，刚刚那位恐怕不只是陆总的朋友吧？”虽然是问句，但语气却格外笃定。我无言笑笑，毫不在意，无关紧要。陈总，咱们今天可不是为了聊其他人才约的这顿饭。合作方当即了然，朗声道：“对，难得秦总肯赏光赴约，怎么能把时间浪费在闲杂人等身上？”一顿饭吃得宾主尽欢，酒足饭饱，合作方红光满面，被助理扶着离开。司机来电说已经在地下停车场。我喝了口茶醒酒，乘坐电梯去往停车场，没料到电梯门刚开，就看到正把一副醉态的白飞飞往副驾驶里塞的陆琪。这怎么不算某种意义上的晦气呢？秦许本想装作没看到，安静走开，谁知陆琪竟然叫了我的名字。此时白飞飞脸带薄红，醉眼朦胧，靠在陆琪怀里，而我这个女朋友却好像局外人似的站在他们这对逼地人对面。察觉到我停留在白飞飞身上的视线，陆琪开口解释：“菲菲喝多了，我送她回去。”随即又做贼心虚似的说了句：“刚好，既然碰到了，你今晚也没必要再去住酒店，上车吧。”送完菲菲直接回家。阿奇，我刚要开口，白飞飞忽然一手缠上陆琪的领带，带着些许撒娇意味，黏黏糊糊喊了他一声：“啧！”刚吃饱就看到这种场面，真够倒胃口的。我顺势拒绝：“我累了，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就不打扰你们了。”虽说我平时并不怎么在意他副驾驶的归属权问题，但我现在好歹还是他名正言顺的女朋友，要我坐在后排看着陆琪和他旧爱难忘的白月光在前排你侬我侬，是不是多少有点欺负人了？那你，阿奇，我头好晕呐，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家？正想说些什么的陆琪又被白飞飞打断了。看着面前好不暧昧的男女，我心下冷笑连连。陆琪，我叫了陆琪一声，他扭头看来，沉默一瞬，我还是提醒一句：“你知道的，我这个人向来非常自私。”陆琪立刻面露不悦：“阿许，我和菲菲只是朋友，你不要胡思乱想，可以吗？朋友，心心念念好多年，把我当作他的替身，喝醉酒对方的名字，和对方当着自己女朋友的面肢体纠缠。”陆琪重新定义朋友第一人。次日，在酒店洒满阳光的床上醒来，刚点开手机屏幕，就看到来自陆琪的3个未接来电。见微信有消息通知，以为同样来自陆琪，结果刚打开微信，就看到一条好友申请，是白飞飞。添加朋友申请那一栏里，他写着：“不好意思，秦小姐，听阿奇说你好像有点误会我和他的关系。我昨晚真的只是因为回国太开心了才会失态。你放心，我现在和阿奇真的只是朋友了。”划重点，现在只是朋友，多引人遐想的一句话。如果不是早知道他是陆琪初恋以及白月光，恐怕但就这几个字，我都得去质问陆琪一番了。本来想无视，但就这条申请消息，也不难想到白飞飞加我微信究竟想做什么。思来想去，我最终通过了他的好友申请。白飞飞第一时间发来消息：“莫失飞，秦小姐，昨天真的是太久我见阿奇，才会太过开心，从而失态。如果对你造成困扰的话，我向你道歉。但我和阿奇真的没什么，希望不要因为我让你们产生矛盾。”
委屈，这名字怎么看怎么眼熟。电光火石间，我猛然想起还在哪里见过类似的名字，立刻打开通讯录，找到早已被我添加过备注的陆琪，打开他的个人页面，微信昵称那一栏，赫然就是陆莫忘。我该说不说，这对情侣名多少有些土里土气了，没把时间浪费在白菲菲身上。打理好自己后，我乘车去往公司。既然决定从这段糟糕的感情中抽身，我自然而然该把更多精力放在工作上面。走进办公室，紧随其后的秘书汇报完今天行程后，补充一句：秦总，我们和信诚集团此次的合作非常成功。信诚方面说，魏总想趁这个机会举办一次庆功宴，以此向外界展示一下两家公司强联合下关系愈发密切的现状。您看，秘书踟蹰看向我，庆功宴类似这种场合，自从和陆琪在一起后，我就鲜少露面。今日不同往日，我自然也该向外界透露一些讯号了。回复魏总，时间地点他定，我届时一定准时到场。好，那我就回复信诚那边，您今天有事。秘书的话音戛然而止，紧接着瞳孔地震朝我看来。秦总，您说什么？我抿紧嘴唇，无语朝他看去。这个秘书哪里都好，只有一个毛病，那就是太爱大惊小怪。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秘书忙收敛神色，舌头牙齿打架的应了声好。见他还处在办公桌前一动不动，我不由失笑，问道：还有什么事吗？秘书立刻回神，手忙脚乱回了句：没事了。脚步飞快又踉跄地冲出了办公室。周五晚上7点，按照宴会时间乘车前往。奇怪的是，之前几年几乎从不主动联系我的陆琪，竟然难得打来了电话。听说今天是丰裕和信诚合作成功的庆功宴，你去吗？莫名其妙打来电话，就是为了问这个。我视线挪向窗外，看着路边飞快后退的街景。我一向不喜欢这种场合，这不能算说谎，毕竟我也没有给出否定的答案。至于陆琪会怎样理解我的话，那是他的自由。电话那面的男人像是松了口气，语气都变得轻快起来。我收到了信诚送来的邀请函，可不巧今天事出，突然要去外省出差，你自己一个人不去也好，省得还得花精力应付那些人。果然误会了，我无声地牵了下嘴角。出差？对，陆琪回答得很快。最近合作的一个公司老总难缠得很，非要我亲自过去才肯接着谈。往常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我不单会心疼陆琪要为此奔波，还会用尽自己的人脉资源解决，为他排忧解难。可惜他从不会因为我的施以援手而心生感激。好在现在不需要了，无论他说的事情是真是假，于我而言都已经无关紧要。好，那就预祝你一切顺利。懒得再听陆琪说话，诚心祝福后，我直接挂断了电话。只是如果我听力没问题的话，挂断电话的前一秒，似乎听到了白菲菲的声音。缓步走进宴会厅时，里面已经有不少人。我耐心地跟每一个上前的人寒暄，好在没人问起陆琪的事情。也是，这个圈子里谁不知耳聪目明，何况还有陆琪那帮朋友的添油加醋。如今陆琪白月光回国的事，怕是一早就传开了。10几分钟后，我寻了个空档，避开人群，坐到角落缓口气。可还没坐多长时间，就被花蝴蝶似的满场乱窜的魏总逮了个正着。秦总居然在这儿偷来，可让我好找。对方端着杯香槟，
眉眼间尽是意气风发。他自说自话，在我旁边坐下，手中香槟做样子的朝我举了举，到底是熟人。这次我连表面功夫都懒得做，只敷衍地点了下头，没去拿放在脚脊的酒杯。魏总也没在意，自得其乐地抿了口酒，而后神秘兮兮压低声音：“秦总，现在圈子里都在传，陆总的白月光最近刚回国，你们快要分手了。相较于别人，还算克制的，或怜悯，或幸灾乐祸的眼神，这人真是自来熟的让人无语。”我不置可否，只淡淡笑着。魏总消息果然灵通。魏总扬了下眉，一副俨然见识过大风大浪的潇洒模样。要我说，虽然外面都吹那个姓陆的是什么，是新贵，但这几年如果不是你们丰裕不遗余力的帮衬，他这会儿估计不知道还在哪个犄角旮旯吃土呢。说话间，魏总写满风流的眉眼朝我一转，突如其来发出一声喟叹。要我说，谈恋爱有什么意思？咱们这种人还是该一心一意赚钱才对，跟其他人以为的不同。魏成这人虽然看上去像个多情种，也确实是个万花丛中过的种，但还真就从没为情所困过。我虚心接受建议，受教了。觥筹交错，相依并影，金碧辉煌的宴会厅中，处处可见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交谈的人，气氛正酣。宴会厅紧闭的大门忽然被应是声推开，紧接着两道相携而来的身影步履款款走了进来。说得正来劲儿的魏成冷不丁看热闹不嫌是大地吹了个流氓哨。瞧瞧，说曹操道。我抿唇看他一眼，魏成完事不恭起身，说了句先失陪了，端着酒杯大步流星朝来人走去。门口相携而来的人正是之前给我打电话说要去出差的陆琪，以及他今晚打扮的珠光宝气的白月光。俊男靓女往宴会厅中这么一站，饶是我也忍不住想赞一句般配。果不其然，两人才走进来没多久，前来参加宴会的人就相继发出赞叹：郎才女貌，天生一对，佳偶天成。跟往常我和陆琪结伴露面时得到的评价天差地别。陆琪揽着白菲菲纤细的腰，满身的春风得意，而白菲菲还是那副唯一纯白茉莉花的清纯模样，像是不能独立行走一样，靠在陆琪怀里。只看了一瞬，就挪开落在两人身上的视线，我怕自己多看半秒都要吐。另一头，魏成笑声夸张地走到两人面前站定，意有所指地感慨了句：不愧咱们的是新贵，瞧这奇人之福，真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羡慕不来的。这话一出，此起彼伏的称赞倏地消失，陆琪嘴角笑容僵住，白菲菲的脸也白了几分。魏总这话什么意思？陆琪忍不住呛声。魏成暧昧地笑了声，朗声道：在场的人谁不知道你陆总跟丰裕的秦总是一对，这几年还没少受丰裕帮衬，如今白月光一回国，陆总就马不停蹄带着出来见人，一手秦总，一手白月光，这还不算坐享其人之福。陆琪眼神沉了下来，他大约也没想到给他发来邀请函邀请他赴宴的魏成一张嘴就能说出这么刻薄的话。我无声笑笑，他误会了，那张邀请函其实是我发给他的。白菲菲泪光盈盈望向陆琪，一副受尽委屈的可怜样。我忍不住心想，就人家这演技，不该跟这儿待着，该去娱乐圈闯荡才是。虽然好似受了天大侮辱，但白菲菲依旧倚在陆琪怀里一动不动。她咬着嘴唇，仰头看向陆琪，
黏黏糊糊地喊：“阿奇！”陆琪果然当下就受不了了，瞪住魏成警告：“还请魏总小心说话，我和菲菲只是朋友。”魏成立马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你搂着他的腰，他靠在你怀里，你俩身上的香水味都一样，但你们知道，你们只是朋友。”话音刚落，过去途中放下酒杯的魏成开始热情鼓掌：“来，让我们一起为陆总和这位小姐感天动地的友谊鼓掌！”噗！一来二去之下，宴会厅中原本融洽的气氛急转直下，场中的窃窃私语一直没停，可人人脸上都挂起了恨不能原地消失的尴尬。好在场这么多人，总有几个是用于出面当和事佬的，大家都是一个圈子的，可不能伤了和气。对，魏总，您可是今天的东道主，不如跟我们说书。您这次和丰裕的合作，说不准信诚和陆白科技哪天就要合作了。说到底，大家都是朋友。听着几人的劝和，魏成挑眉，将陆琪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通。朋友，和事佬们劝不下去了。魏成却没打算就此罢手，那双桃花眼又落到了白菲菲身上，煞有介事地问了句：“听说陆总这位朋友姓白？”白菲菲的脸色又难看了几分，哪怕倚在陆琪怀里，也好似摇摇欲坠。陆琪，白菲菲，要不是魏成此时点破，我还真没想过陆琪的公司居然是用他们两个的姓组成的。在场宾客的表情一时间也变得愈发微妙。不得不说，魏成的火力是真的猛，搞得原本只想看陆琪和白菲菲表演的我，也忍不住心痒，想登个台。心动不如行动，端起脚脊上的酒杯，我缓缓起身：“劳烦，借过一下。”拍开围在前面的人，在对方目瞪口呆的目光中，我四平八稳朝着魏成几人走去。很快，陆琪发现了我的存在，他猛地瞪大眼，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我微不可察地皱了下眉，先前怎么没发现他竟然这么喜怒形于色？你不是说你不来吗？陆琪忽然质问。我扬眉一笑：“是吗？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过这种话？”陆琪张嘴就要说，可惜话还没出口就卡了壳。倒是陆总，我玩味地看向他和白菲菲，不久前还不辞辛苦打电话告诉我你要去外省出差，没想到居然会在这里遇到。陆琪瞠目结舌，好半天没能说出话来。不过他一副悔不当初的模样，倚在他怀里的白菲菲看向我时，却露出胜利者的姿态。原来他拿的是跟我辞镜的剧本。那不好意思，我对跟他抢男人这种戏码没有一丁半点的兴趣。可即便我没兴趣，也架不住白菲菲非要演。秦许杰，你别误会，阿奇今天本来确实是要出差的，是我从没参加过这种宴会，才让他带我来的。你别因为我跟阿奇生气好吗？我有些诧异地看向陆琪，他是真色令智昏了吗？放着正事儿不去做，反而配白月光来参加这种可有可无的宴会。我一言难尽，看向陆琪，而原本就在窃窃私语的其他人，听到白菲菲这番离谱发言后，议论声也愈发大了。能参加今天这场庆功宴的，都是已经在商界混出一定地位的。对于他们来说，什么出轨劈腿、白月光诛杀志，或许都只是他们可以一笑了之的谈资。可白菲菲的这番话，却成功地把陆琪塑造成了个公私不分的恋爱脑。无论陆琪今天带白菲菲过来，究竟是为了拓宽人脉，还是带白菲菲入圈，今天之后，陆琪在别人心目中只会是为了个女人就头脑不清醒的蠢货。
至于在明知道他是这种蠢货的情况下，还会有多少人愿意或者敢跟他合作，就不是我该操心的事情了。菲菲，陆琪显然也知道白菲菲说错了话，但他语气才稍严厉了些。不明所以的白菲菲就又泪眼朦胧了。阿奇，他破碎感十足地望住陆琪，声线颤抖道：“你也在怪我是吗？”看着如此楚楚可怜的白月光，陆琪重重闭了下眼，不顾周围人的目光，轻声安慰对方：“别哭，菲菲，我怎么舍得责怪你呢？”那声音温柔的简直像能掐出水而来。白菲菲情难自已望着陆琪，两人忘我的深情对视，视线纠缠，呼吸交融。我，其他人，魏成，哟，天爷呀！这到底是什么鬼热闹？看得出来，白菲菲大约真的很爱这种霸道总裁，爱他爱到是非不分的剧本。可惜，在场除了陆琪，没人能欣赏得了这种闹剧。魏成再次仗义直言：“差不多点得了，哪怕是为了大家的胃口，也请你们回家关上门再搞。”一个“搞”字，意味十足。白菲菲红了脸蛋。陆琪僵了表情，但大概还残留着一丝理智。陆琪居然在这种情况下还要睁着眼睛说瞎话。魏总不要乱说，我和菲菲是清白的，怎么不说是朋友了？是怕被嘲吗？陆琪这话虽然是对魏成说的，但视线却牢牢盯住了我。事到如今，他居然还在既要又要，是嘴上说着不需要我的施舍，实际上却根本舍不得撒手吗？我微微一笑，朝陆琪举杯：“恭喜陆总，总算抱得美人归。”陆琪怔了片刻，而后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暴跳如雷。他怀里搂着白菲菲，眼睛却死死盯住我。秦许，我已经跟你解释过很多次，我和菲菲只是老同学，你为什么非不听，非要在这里无理取闹？他语气中满是失望，仿佛在他们这对狗男女在人前丢尽了脸，全是因为我。没等我开口，陆琪紧接着又道：“菲菲从始至终都没有在我面前说过你的不是，甚至还因为你之前的误解，一直劝我要体谅你。可你呢？你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菲菲下不来台，你怎么能这么恶毒？这颠功，我从头到尾有哪句是针对白菲菲的？好像突然拿住了我的把柄。”陆琪一扫之前的色厉内荏，理直气壮地开始把莫须有的罪名往我脑袋上扣。你敢说我和菲菲的事情不是你说出去的？你以为在背后这样诋毁我们，就能让我因此疏远菲菲吗？不会，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和菲菲既然是清白的，就不会因为任何风言风语疏远她，反而我必须慎重考虑是否要继续跟你维持现在的关系了。之前怎么没发现陆琪是这么一个彻头彻尾的颠公呢？什么关系？我好笑地反问他：是被劈腿女友和他的出轨男友吗？陆琪恼羞成怒瞪住我，咬牙切齿：我说了，我和菲菲是清白的，警告你不要继续给我们泼脏水，否则你怎么样？我好整以暇看住他，事到如今，他居然还以为能用分手威胁到我。分手吗？陆琪，我求之不得呢。陆琪难以置信地瞪大眼，脱口而出：不可能，你分明就……闭嘴！打断他即将脱口而出的话，我自嘲一笑：过去是我眼瞎，是我猪油蒙了心，才以为你是值得我托付终身的男人。但人都有犯错的时候，我现在决定改正这个错误，不行吗？陆琪怀里的白菲菲装模作样的急声：秦许姐，你不要，你也闭嘴！我忍无可忍，冲他翻了个白眼。首先，我和你非亲非故，别乱套，近乎麻烦白小姐喊我秦总。其次，
你既然和陆琪是同学，那应该还比我大3岁。最后嘴角都要咧到耳根了，就别装的好像真想劝和我和陆琪。被我这么一对，白菲菲立刻故技重施，把脸埋进了陆琪怀里。陆琪当即冲我怒目而视，我直截了当甩出2个字：分手，不然别怪我在你最开心的时候扇你。好好一场庆功宴，最终以一出闹剧结尾。参与宴会的宾客离开时都一副肠胃不适的模样。作为半个主办方，我一直坚持到送走所有宾客，只剩我和魏成2个人时，才向他道了歉。早知道了，陆琪的邀请函是你打着我的旗号送的吧？魏成还是那副玩世不恭的模样。我一言不发点了下头，对方哥俩好的拍拍我肩膀：嗨，这有什么好道歉的？反而我还要谢谢你让我看了这么大一个乐子。对于他这番话，我竟无言以对。魏成随手抽了支烟：介意吗？我摇摇头，甚至跃跃欲试，给我一支。魏成虽然表情惊讶，但还是从善如流。其实早在和陆琪恋爱前，因为工作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压力，也算得上是个老烟枪。是因为陆琪总说女人抽烟想什么样子，我才好不容易戒了烟。如今分手，我当然就要怎么自在怎么来了。和魏成站在酒店外的吸烟区，淡淡的烟雾笼罩在我俩周围，安静片刻。魏成带着回味无穷的促狭笑意开口：这次之后，但凡脑子不糊涂的，应该都不会再跟陆琪合作了。不止他说的这样，圈子里这种破事儿向来传得最快，相信用不了多久，陆琪是个恋爱脑蠢货的事情就会人尽皆知了。魏成啧啧2声，幸灾乐祸：路走窄了呀，咱们陆总算和陆琪分手。我直觉神清气爽，哪怕连加1周班也觉得精神百倍。但可惜，不是每个人都和我一样。同样加班的秘书气若游丝：秦总，真不行了，再这么熬下去，我就要猝死了。眼见之前一直飒爽干练的秘书，好像一副被吸光了精气的模样。憔悴的女人眼下带着连粉底都遮不住的黑眼圈，两颊凹陷，脸色灰败。我停下翻看项目书的动作，忍不住心生愧疚。这周确实加班太频繁，这样你通知下去，明后2天外加双休日全部休息，所有加班员工除了加班费之外，每个人再额外多发2000奖金。随着我的话，秘书空洞无神的双眼逐渐发亮。见状，我不由失笑出声。另外，作为对大家的犒劳，今天午饭和下午茶我来请，你去统计一下，回头找财务报销就好。谢谢秦总体恤，秦总真是我见过最体贴、最大方的老板，能做您的员工，肯定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上一秒就快原地安息的秘书，此时精神的好像回光返照，失笑着摇摇头，无奈感人。别吹彩虹屁了，忙去吧。是，铿锵有力应了声。踩着将近10厘米高跟鞋的秘书健步如飞，不过看着他脚下的高跟鞋，我逐渐皱起眉心。等等，秘书回头看向我，表情疑惑。公司有必须穿高跟鞋的规定吗？我怎么不记得？秘书干巴巴笑了下，是之前陆总规定的。之前有个女员工忘记穿，结果刚巧被来找您的陆总看到，直接被开除了。其实那个员工工作能力挺强的，刚想问风玉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得上陆琪做主，我就想起之前恋爱脑上头确实由着他插手了不少公司的事。我妈的，和陆琪谈过恋爱，正在成为我的人生污点。看着秘书有苦难言的表情，我无声叹了口气。
明天起废除这个狗屁规定。之前被开除的女员工，你还有联系方式吗？”秘书愣了愣，摇头，不过飞快补充道：“人事部那边应该有存档。”我吐了口气：“你亲自打电话去问，看他还愿不愿意回来上班。愿意的话，立刻通知人事部办手续；不愿意的话，就照他之前的工资数额，再给他补3个月的工资。”秘书彻底愣在了原地，眼睛一瞬不瞬把我看住，活像见了鬼。见他好一会儿没动，我只能扣扣桌子提醒他回神，以及虽然可能没必要，但我觉得还是该告知一下他。另外，我和陆琪已经分手了，以后如果他再来公司，如果没有提前预约，一律让保安赶出去。啊！此时此刻的秘书仿佛只会啊吧啊吧了。我无奈：“别呀了，下去通知吧。”秘书瞳孔地震地离开了。办公室的门刚关上，我就听到一声似是压抑了许久后情难自禁的：“卧槽！照他这个架势，估计不出半天，全公司都会得知我分手的消息。得亏我提前做了准备。”2周后，陆琪果然大摇大摆来我公司了。刚巧我乘电梯从地下车库上来，电梯门在1楼停下时，我视线一扫，就看到他正在跟前台抖威风。什么叫没有预约不能上去？你看看清楚我是谁？我可是秦许的男朋友。他要这么说，那我就少不得要出电梯去看看了。陆琪将前台桌面拍得啪啪作响，一副他是天王老子的做派。前台小姑娘却立场坚定：“不好意思，陆总，这是公司新颁布的规定，无论是谁，只要没有提前预约，都不能随便上楼。”陆琪火冒三丈：“你算个什么东西？敢什么跟我说话？信不信只要我一句话，就能让你从丰裕收拾东西滚蛋？”前台小姑娘不惧威胁，嘴里依旧说着同样的话。陆琪气急败坏，又转头朝周围看去，眼见来往员工都在冲他指指点点，忽然大喝一声，气势汹汹指住一个路过的女员工：“你是新来，不知道丰裕有必须穿高跟鞋的规定，你居然敢穿帆布鞋来上班？人事部的人呢？都死了吗？”不想，他这次指住的女员工，好巧不巧，就是之前被他开除的那个。看到陆琪这副嘴脸，对方当即露出个讥诮表情，直接回怼：“陆总，这里是丰裕，不是你的陆白。我们丰裕员工穿什么鞋，到底跟你这个外人有什么关系？”陆琪暴跳如雷：“你是哪个部门的？怎么敢跟我说话？信不信我让我从丰裕收拾东西滚蛋？”对方直接截断陆琪的话，不屑道：“我真是不懂，全世界都知道你已经被我们秦总甩了，你怎么还有脸跑来以秦总男朋友自居，在我们丰裕大呼小叫，指手画脚，约莫是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女孩看向陆琪的目光愈发鄙夷，并把他说过的话原封不动换了回去：“你算个什么东西？什么叫我被你们秦总甩了？谁传的谣言？”陆琪简直快气疯：“外人不知道，难道你们丰裕的员工还不知道你们秦总有多离不开我？所谓分手，不过是他在跟我闹脾气，用不了几天他就会来求着跟我复合。到时候像你这种，到时候怎么样？”实在听不下去他的胡言乱语，我从电梯间走出来，一步步朝着他走过去。陆琪脸上有慌乱一闪而过，但还是理直不直气都壮地站在原地，甚至有脸质问我：“秦许，这就是你们公司员工对我的态度？你到底是怎么教育员工的？我真是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此时的他仿佛已经忘了
10几天前，我在庆功宴会大厅已经直截了当跟他提了分手。我怎么教育员工，还轮不到你来指教。我嗤笑着看住他，倒是你，如果我没记错，我们已经分手半个多月了，你怎么还有脸以我男朋友的身份自居？陆琪紧咬后槽牙，又用他那副失望的眼神看住了我。秦许，我可以原谅你一时气不过之下的口不择言，但你如果继续这样胡搅蛮缠，我绝不会再容忍你。好，那你出门左转，慢走不送。我立刻接话。陆琪呼吸一滞，好半天没说出话来。我不耐烦地朝大厅门口望了眼，看到了之前对大喊大叫的陆琪不管不问。我出现后却都白了一张脸的保安，放任外人在公司1楼大厅撒泼，看来是没把公司新规定放在心上。几个保安刚要上解释，我直接摆摆手，别废话，2小时之内收拾东西，从风域滚蛋，开除了保安。我又看向无能狂怒的陆琪，看到了吗，陆总，只有我才能想让谁从风域滚蛋就让谁从风域滚蛋。自从加了我微信，白飞飞就开始1天10条的频率，开始明里暗里的秀陆琪对他有多好，名牌衣服、名牌包、钻石珠宝、鲜花、烛光晚餐，不一而足。好在除了加上好友第1天外，他再没主动跟我说过话。直到今天，陆琪才从风域离开不到2小时，白飞飞的消息就发了过来。莫诗飞，秦总，我知道你生阿奇的气，但你们好歹在一起5年了，你怎么忍心这么伤害他？看着他发来的不知所谓的信息，我只剩满脑袋问号。白飞飞的信息源源不断发过来。莫诗飞，我才是阿奇的初恋，才是他这么多年以来最爱的人。秦总难道不知道，一段关系中只有不被爱的那个才是第三者吗？这我还真不想知道，我只想知道他这是在发什么癫。莫诗飞，就算不爱了，就算分开了，难道过去5年就没有一点美好的回忆了吗？你怎么忍心这样害他？莫诗飞，秦总，我知道你很厉害，但你不能只因为阿奇想回到我身边，就不择手段重伤阿奇，就不让其他人跟阿奇合作。你知道自从那天的宴会之后，阿奇这段时间有多难吗？莫诗飞，秦总，如果你不想阿奇彻底厌恶你的话，我请你不要在暗中破坏阿奇公司的发展了。你这样别说可以挽回他，只会让他更加厌恶你的。莫诗飞，你知道吗？阿奇公司的资金链断裂了，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对阿奇施以援手。秦总，无论如何，就算看在那5年的份上，你也该帮帮他呀。莫诗飞，阿奇要的不多，只需要1个亿就好。你放心，只要你愿意帮他，我会立刻心甘情愿离开阿奇。我和你们这些生意人不一样，我只想阿奇可以好好的。看完他这通前言不搭后语的只是发言，我 X 别擅自给我加戏好吧？没有公司愿意跟他合作，不是因为我天良王破，是因为大家都以为陆琪是个脑子拎不清的蠢货呀。我当然没有理会白飞飞的消息，并且送了他拉黑删除1条龙。谁知次日一早，我刚到公司，秘书就急急忙忙跑进办公室，说有个女人在公司大厅要死要活，闹着要见我，看着挺漂亮，挺柔弱一女孩。保安一靠近，她就尖叫喊非礼，搞得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还真是个颠婆呀！我捏捏眉心，秘书，秦总，您要下去见他吗？见个屁！谁知道我下去之后，他又会怎么1哭2闹3上吊？不敢动手就报警，告他扰乱公共秩序。
秘书眼睛一亮，当即应下转身离开。真不愧是天生一对，昨天陆琪才来发过疯，今天白飞飞就又来发癫了。站在落地窗前，看着又哭又闹的白飞飞被警察带走，我长长吐出一口气，继续忙工作。结果没多久，陆琪的电话就打开了。接起电话，我的耳朵差点被他的咆哮震聋。秦许，你有什么气冲我来？为什么要伤害菲菲？她那么单纯，那么胆小，你怎么能让警察把她抓走？秦许，我以前以为你多少有点事业女性的沉稳干练，如今看来，你和所有普通女人一样，胡搅蛮缠，蛮不讲理。我对你真是太失。懒得听完他的胡言乱语，我直接挂了电话，并飞快拉黑。之前居然忘了拉黑他，失策。当天下午，自晚宴后就再没联系过的魏成，忽然打了电话来。听筒那头，魏成发出肆无忌惮的狂笑，我听得一头雾水，并且很想挂电话。好在他还知道要适可而止。听说了吗？秦总，陆琪为了白飞飞大闹派出所，现在这对野鸳鸯已经都被抓起来了。我虽然不理解，但我真的大受震撼。好像自从白飞飞出现，陆琪直接从过去那个商界新贵一跃成为了颠公界翘楚。我甚至一度怀疑，颠倒这个程度的陆琪是不是被人夺舍了？我打听到的消息，陆琪不仅闹，还打伤了2个警察，估计是要被判刑了。不过那个白飞飞对他也算是真爱了，知道他要被判刑，当时就在派出所闹起来了，还威胁人警察说，如果不放了陆琪，他就在派出所咬舌自尽，让他们所有人都追悔莫及。哦，对了，他还跟那儿逼逼赖赖，说什么他是 M 国公民，国内法律管不着他，警告派出所立刻放了他，不然就要联系 M 国大使馆了。头次亲眼见到这种活的奇葩，我人都差点听傻了。对了，我听说那女的还跟人民警说，秦总你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就因为爱而不得就暗中操作，搞垮了陆琪的公司，还要人民警立刻把你逮捕归案呢，真是笑死个人。最离谱的是，陆琪之前看着挺正常一人吧，居然还真认同了白飞飞这个说法。先不说他俩之后要不要蹲局子，反正这对奇葩现在已经成了圈子里最大的笑话了。还有，够了！我强撑着一口气打断魏成的喋喋不休。别说了，你再多说一个字，我立马跳楼！我宣布，从今天开始，陆琪已经彻底成为我的案底了。最后，据魏成打听来的消息，鉴于陆琪虽然动了手，但并未造成实质性伤害，派出所只发了他15天行政拘留。至于那位 M 国公民白飞飞，陆琪被拘留期间，不止一次被人看到哭晕在派出所门口。别人是迪士尼在逃公主，她是琼瑶剧在逃女主呗。不过商场如战场，在陆琪为爱发疯却解锁派出所拘留15天成就期间，他一手创立的陆白，则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成为了不少公司眼中的肥肉。不过短短15天，陆白科技在几家公司的联合围剿下，公司高层相继出走，员工也接二连三离职。等陆琪总算从看守所出来的那天，原本被誉为业界黑马的陆白，早已成了个摇摇欲坠的空壳子。听说得知陆白几乎被挖空的当下，陆琪突然发了疯似的，冲着一直对他生死相随的白飞飞好一通拳打脚踢，亏得有路人看不过眼过去把人拉开，这才救了白飞飞一命。刚得知这个消息时，
我甚至忍不住怀疑这个消息的真实性，直到在社交平台看到路人视角下一段陆琪对白菲菲动手的视频，才终于相信。视频中，白菲菲被殴打到身体蜷缩，哭都哭不出声，以及最后被救下时已经陷入昏迷的状况，让我忍不住心底生寒。陆琪这个人真是个彻彻底底的人渣。这之后，白菲菲大约也看清了陆琪的真面目，亲自出面提高陆琪故意伤害罪，加之上次的袭警案底，这次陆琪得到的不再是轻飘飘的行政拘留，而是3年零4个月有期徒刑。这霸道总裁让他当的可太行了。秦总，该说不说，您这选男朋友的眼光确实有点东西。电话里讲完乐子的魏成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给整件事下了个定论，我就无语他妈给无语开门，无语到家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